嗨，朋友大家好！就在这几天，河南的最高地表温度达到了74.1摄氏度。当我听到这个消息我知道这个事情可不光是说天气热那么简单。对于我们准备需要改装房车的朋友们来说，或者说已经在房车生活的朋友们来说，这个温度将会彻底的改变一些房车制造所用的材料。当我们在做房车改装的时候，我们需要面对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做隔热。做隔热的第一件事情呢，又是选购隔热材料。可当我们面对很多种种类繁多的这些名称的时候，就比如说 PVC 聚氯乙烯、EVA 乙烯乙酸乙烯共聚物，或者是 EPDM 三元乙丙胶、EPS 发泡聚苯乙烯、XPS 聚苯乙烯己素板等等等等的这些名字，我相信大家和我一样，心中充满了困惑。那么多的材料，它们究竟是什么意思？它们究竟有什么样的特性？上边我提到的这些高分子化合物，它们所构成的分子结构是这样的。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所拥有的那点有限的高中化学知识来说，就比如说四氧化三铁，它大概是长这个样子的。大家对比一下看，这明显不是一个数量级的东西。所以呢，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材料学这是一个巨大的知识黑洞。但是呢，今天请朋友们先别晕，今天我的这期节目我就把改装房车常用的这些隔热材料给它们分类，把它们用最简单的语言来讲清楚说明白。当您看完这期节目，相信大家以后绝对不会再迷茫。对于保温和隔热，许多人的态度呢，就是随便弄点东西贴一下就好了，反正最后也要用装饰材料把它遮起来盖起来，你又看不见，马马虎虎弄一下就可以了。甚至还有人觉得弄不弄都无所谓，因为按照很多人的经验来说，你新买回家一辆家用轿车，它本来就没有隔热它顶棚就是一层薄薄的铁皮，下边呢就是一个塑料的内饰板，就这两样东西，你也没有觉得它很热，对不对？首先呢，对于隔热这件事情我的观点是，隔热和保温的重要性要远高于其他任何房车系统的改装。为什么我会这么说呢？大家请试想一下，一辆停在太阳底下暴晒的车，车厢里边的温度将会有多高？如果让你24小时的待在里边，你能够待得住吗？如果说你没有退路，你必须要待在里边，那么这个时候那些什么吃喝拉撒这些事情都不是什么大问题，温度才是最大的问题。对于我这个观点，我相信您也一定无法反驳，对吧？同样的，假设如果在冬天，在黑龙江，在东三省，大雪已经没过了你的车轮，外边呢已经是零下20-30度的严寒天气，那么大家试想一下，这个时候车厢里边会是什么情况？吃喝拉撒这些事情都已经一点都不重要，温度它是要命的事情，弄不好真的会被冻死。所以就说在房车上边没有什么事情是比控制温度更重要的事情。隔热和保温它可以让你在车里边冬天不至于被冻死，夏天不至于被热死，并且呢它也直接影响着制冷制热时候所用的电力或者是燃料的消耗。每一辆房车都是一个脱离水电网络的独立系统，所以呢，它携带的那点有限的能量是非常珍贵的。就比如说1000瓦的一个太阳能电池板，虽然说它理论上1个小时能发1度电，1个小时1度电，那一天晒个7-8个小时，你能存下7-8度电，当然这是妄想。用过它的人都知道，抛掉各种损耗之后，晒一整天，它也很难存得下来3-4度电。那么，假如夏天的高温环境之下，你在车里边你需要24小时的开空调，那么这3-4度电又够你的空调工作几个小时呢？一旦电量耗尽之后，30-40度的车厢温度，人是完全没有办法生存的。可能还有人不死心，就觉得说3-4度电如果不够的话，那我可以扩大我的电池容量，我可以把我的存电量加大到7-8度电，我加倍，对不对？如果说1000瓦的太阳能电池板它的发电量不够充电的话，那我就是扩大到2000瓦、3000瓦，那不就解决了吗？其实呢，这些想法它忽略了一个最大的问题是成本。就比如说上边我们举例子说的可以存3-4度电的一个锂电池组，它大约呢是400安时12伏的电池组，或者是200安时24伏的锂电池组，400安时乘以12等于4800瓦，所以呢它的理论存电就是4.8度。但这仅仅是理论值，我自己做过了非常多的测试，它最多只能放出3.8度电来。如果说你自己不是手动 DIY 做这个电池的话，你去找人定做电池，并且呢去找一个房车厂或者找一个汽车修理厂帮你安装，那么你这套系统这个电池做下来的话，将近得1万块钱。就是这样的一个电池，它所配套的太阳能电池板1000瓦大概又是得3000块钱。
两样东西加起来那就是13000块钱，等于你能在车上用4度电，就是这个意思。如果这时候你想把你的电量加大到8度，那么你就得付出26000块钱的预算。总的来说呢，就是想要维持空调不间断运转，你需要付出非常高昂的代价。上边呢，我们还只是算了经济成本，电池的体积那么大，你电池体积加倍，你车里边有地方装吗？这是一个问题，对不对？还有太阳能电池板的面积非常大的，1000瓦大概要占地6平方左右。如果你想在你的车顶上安装2000瓦的太阳能电池板，那基本是不可能的事情。国内绝大部分的 B 型或者 C 型房车，它的车顶面积也就是6平方左右，你还要抛掉你安装车顶空调或者是换气扇的那些面积，实际可用的面积连6平方都不到。所以就说1000瓦的太阳能电池板，这基本上是房车能装的一个最大的数字了。还有人觉得，如果说我的太阳能电池板小一点，那我把电池做大一些，它可以存得下8度电。那不行的话，我就去找充电桩充嘛，充满以后我去露营，露营完了我再去充。如果硬要这么说的话呢，那当然没有问题。但是呢，它完全没有办法支持你长期的出行，因为电力它需要能够循环的起来，需要每天用太阳能自动把自己的电池补满，这才可以。所以呢，想要盲目的去扩大电池容量，我觉得它是走不通的，它没有意义。然而呢，上边我们说了那么多，如果说我们认认真真的把保温和隔热做好，这是最容易做到的一件事情，并且它是一个花钱最少可以换取的能效最高的一笔投资。所以呢，我个人觉得我们人人都应该把隔热保温把它做到极致。好，下边呢，我就带朋友们一起来认识一下这些种类繁多的保温材料该怎么选，该怎么买。在我们开始讲这些具体的材料之前，我想先跟朋友们建立这么一个概念：导热率。导热率就是物体传导热量的能力。这个公式是在1822年由法国科学家傅立叶提出来的一条热力学定律。公式中导热率 K 它表示的是一块1米厚的材料，当它的两侧的温差为1度的时候，那么在1秒钟时间内，通过1平方米的面积从温面传向冷面的热量单位，它的单位是瓦米度。这个名字有点长，这个导热率的数字越大，那么它的导热效果就越好。一般来说，固体的导热率要比液体的大，而液体的又要比气体的大，也就是说固体它的传热速度要比液体的快很多。我打一个不太恰当的例子，就好比用太阳同时去晒一块石头、一瓶水和一瓶空气，不一会儿石头它就已经温热了，你用手都能摸得到，但是呢这瓶水它仍然是凉的，那么这瓶空气它的温度变化就更小，几乎就没有什么变化，大概就是这个道理。当然了，我这个比方呢可能不太恰当，因为太阳呢它是辐射传热，它并不是直接接触式的传热，但是呢它可以帮助大家很容易的理解这个导热率的概念。然后我们再拿几样我们最熟悉的金属来举例，就比如说铜的导热系数是373瓦米度，铝的导热系数呢是230，铁的导热系数呢是61，也就是说铜的导热系数是铁的6倍还多。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的笔记本电脑里边它的散热器都要用铜来制作的原因，因为它比铁的导热效果要好6倍。下边我给大家提供了这样的一个列表，这个列表呢列出了很多常见东西的一些导热系数，其中空气的导热系数是0.026，它是非常低的，也就是说空气是一种非常良好的绝热材料，或者说是保温材料。空气的导热率是铁的2345%，是水的1/23。我上边提到的所有材料当中，不用花钱的空气它就是最好的隔热材料。在前面我们就打过那个家用汽车的比方，在我们的汽车头顶上就只有一层薄薄的铁皮顶棚，在下边呢就是一层2-3毫米厚的塑料内饰板，在它们两者之间是一个几厘米厚的空气层。正是有了这一层导热率仅为0.026的空气，所以呢在大太阳把你的车顶温度晒到有60-70度的时候，但是呢在车厢里边你也并不会觉得特别热的原因，因为车顶60-70度的高温它并不能直接通过接触传导到塑料内饰板上，绝大部分的热量是被这层空气给隔绝掉了，少部分的热量呢通过辐射的方式从车顶直接辐射到内饰板上，等到汽车开动起来，风吹到内饰板上就会把这些热量大部分的带走。所以呢即便是在不开空调的情况下，我们也不会觉得太热的原因。我把我们常见的这些隔热材料分成了3个大类。
第一个大类是高分子材料，也就是和塑料相关的，就比如说聚苯乙烯发泡泡沫，或者说是聚氨酯发泡胶、填缝剂等等这一类的。第二个大类呢是矿物棉类的，就比如说矿棉、石棉、玻璃棉等等的这一类。第三个大类呢是纯天然类的，就比如说像羊毛、棉织纤维、棉花等等。好，下边呢我们就开始来具体的了解一下第一个大类高分子材料。EPS 发泡聚苯乙烯，这个东西啊，它就是我们最常见的包装用的泡沫。在我们拆除一些包装材料的时候，如果不小心把这个泡沫给弄断了、弄破了的话，它会飞出来一些小圆球。这些小圆球呢，重量非常轻，一点点静电，它就会被吸附到我们的手上或者是衣服上，非常难清理。这个东西啊，就是 EPS 发泡聚苯乙烯，它来自于石油精炼后的副产物。聚苯乙烯材料被滴入到水里边冷却之后，形成一滴一滴的实心的小珠子。这些小珠子呢和塑料没有任何区别，然后在一些化学药剂和高温蒸汽的作用之下，这些塑料小珠子会膨胀起来。这些膨胀起来的小圆球里边呢富含空气，每个小珠子都是由完全封闭的一个多面体蜂窝结构构成的。每一个蜂窝结构它的直径只有 0.08 毫米，一个蜂窝就是一个小气泡。这样的 EPS 泡沫，它每立方分米体积内都会含有300到600万个独立的密封的小气泡，所以呢，它有非常好的浮力。前面我们讲过了，空气的导热率它仅仅是 0.026， 那么这些被截留在这些小蜂窝结构内的空气，也就是 EPS 材料保温的关键。当这些小珠子被发泡以后，工厂就把它们倒进模具，对它们进行加热，然后呢，这些小珠子就会被溶接在一起，脱模以后，一个超大块的 EPS 泡沫就被制造出来了。这时候呢，就可以用电热丝把它切割成薄片，或者是切割成任何我们需要的形状。它呢被广泛的应用于建筑行业里边，就比如说屋顶、墙面、地板等等，到处都有它们的影子。我们常见的彩钢瓦中间夹心的这层也是这个玩意儿。它的应用除了建筑以外，那就是产品包装，保护一些易碎的物品，然后还有是一次性的食品容器，就比如说我们经常使用的一次性饭盒，用的也是这个材料。当我们用这样一次性饭盒盛着一些比较烫的食品的时候，就比如说像粥啊、热汤啊的时候，我们完全用手可以端着它，我们不会感觉到特别烫手，对吧？这个呢就是 EPS 隔热保温性能最好的体现。EPS 泡沫它不透水，不会霉变，并且它可以很容易的溶解在丙酮溶液当中，它可以做到100%的回收利用。从这个角度来说啊，它是一种比较好的环保材料，因为它可以100%的被回收嘛。但是呢，它的缺点同样也是来自于它的优点。正因为是它的性能非常稳定，所以呢，在自然环境当中，它几乎上是不会被分解掉的。虽然说它可以100%的被回收，但是一旦我们人类没有去回收它，它被任意的丢弃掉以后，那么它就成为自然界里边垃圾污染的主要原因。EPS 发泡材料它的导热率是 0.035 到 0.052 之间，所以呢，它是一种非常不错的保温材料。更重要的是，它的价格非常便宜。由于前面我们讲过，它的结构是用一粒一粒的小珠子溶接起来的，它珠子和珠子之间的结合比较松散，并且呢有大量的开放空间，水很有可能会进入到珠子之间的这些空间里边。EPS 发泡泡沫它也有可能会出现白蚁或者是蚂蚁的虫害，蚂蚁会很容易的钻到里边去筑巢，所以呢，当它用作我们房车的隔热材料的时候，一定要做好密封、防虫、防水等等的处理。EPS 泡沫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特性呢，就是它的温度，最佳使用温度是零下150摄氏度到零上70度。所以呢，在节目最开始我就提到了，河南这几天的地表最高温度超过了74摄氏度。如果说我们在房车上使用了 EPS 发泡材料的话，那么在这样高温天气之下，太阳炙烤之下，很有可能会发生 EPS 泡沫分解或者是破碎的情况。这个呢，也就是我在节目开头所讲的，气候将会彻底的改变一些房车制造时候所用的材料。曾经我们最常使用的这种 EPS 隔热材料，它被大量的使用在彩钢瓦里边。这时候如果全国大面积的这个地表温度都超过74摄氏度了，那么这种 EPS 弄到彩钢瓦里边做隔热，那么就不再适用了，因为它会很快的分解掉，很快的松散掉。说到这里啊，有朋友很可能会担心，这样的超高温度会不会让 EPS 燃烧起来？这个问题啊，
大家倒是不用担心它会燃烧起来，它没有那么危险。EPS 真正点燃的温度是296摄氏度，所以呢，大家不用担心它会被太阳晒得烧起来。EPS 作为一个保温材料，它肯定是会被封闭在我们房车内部内饰板里边，我们看不见的。如果它们在房车内部自行破碎掉的话，那么这辆房车的保温性能也将大打折扣。如果说你觉得极端天气可能是小概率事件，您还是坚持要使用 EPS 发泡材料的话，那么我也尽可能的建议您选择添加了阻燃剂的 EPS 泡沫，因为有了阻燃剂的泡沫，它可以减少火灾时候带来的破坏力，也可以呢为逃生争取更多的时间。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嘛，对不对？好，由于时间关系呢，本期节目呢就暂时先聊到这里，咱们在下期节目里边接着聊房车的隔热材料。欢迎朋友们点赞、订阅、转发，感谢朋友们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所以呢，在各地的批发市场上，这些老板们会给他们起各种各样的名字。美国的一个知名的音乐制作人，他是因为肺癌而去世，最后查出来的原因呢，就是因为使用了这个吸音棉，吸入了这样的玻璃纤维。我用我8年的经历，很负责任的奉劝大家，远离矿物棉，绝对不要把它用在房车改装里边。